你有沒有一種感覺，明明今天工作也順利，生活也沒出大錯，但只要一躺在床上打開手機，看到那個以前成績比你差、能力比你普通的人，現在竟能過得比你精彩10倍，那種說不出的悶感，到底是嫉妒，還是你對自己現狀的無能為力？其實，你之所以不快樂，不是因為你輸了，而是因為你的大腦正在跑一個慢性自殺的邏輯程式。今天這支影片，我要帶你解析邏輯大師羅素的快樂修正案，教你如何用理性切斷這場無意義的比較地獄，把你的專注力從別人的限動中強行奪回你的生命裡。Welcome to Origin Vance。嗨，最近好嗎？我是 Ovi， 帶你用游俠之眼看穿世界。歡迎來到 Ovi 的原理游俠之旅頻道。說真的，你是不是也有過這樣的感覺？就是現在明明都已經是2026年了，對吧？科技超級發達的。對啊，科技進步到我們幾乎用語音就可以控制生活裡的一切。照理說，我們的日子應該要過得無比輕鬆才對。可是，當你剛結束一天的工作，整個人癱在沙發上滑開那個 Threads， 看着演算法推播給你的各種動態，沒錯，突然之間，那種沒來由的焦慮跟自卑感整個就湧上來。有時候看着別人的限動光鮮亮麗的樣子，甚至會有一種胸口悶悶的，就是那種生理性不適。真的，而且這種感覺到了晚上還不會停。對，晚上好不容易躺在床上，想讓大腦關機，結果腦袋裡卻還在瘋狂快轉，開始擔心，說明年公司的業績會不會很慘，或是擔心自己的工作會不會過幾年就被 AI 完全取代。這真的是現代人的通病。朋友，如果你現在正在默默點頭，覺得說對，這根本就是在說我，那你完全可以放心，這不是你的大腦壞掉了，你絕對不是孤單的。其實這裡真正迷人的地方是，我們常常會把這種精神上的消耗怪罪給2026年的科技，就覺得這些焦慮好像是現代社會才有的什麼全新疾病。難道不是嗎？以前的人又沒有社群媒體。可是如果你去檢視人類大腦的運作邏輯，你會發現它在過去這100年裡根本沒有發生太大的改变。我們大腦處理資訊的底層邏輯跟上個世紀的人其實是一模一樣的。哇，所以其實是硬體沒變，但我們灌了太多新軟體。沒錯，所以今天我們不談最新的矽谷科技，我們要請出一位能幫我們進行大腦作業系統重置的早期開發者。他不是什麼現代的心靈導師哦。那是誰？他是20世紀哲學界的邏輯大師，也是諾貝爾文學獎主得伯特蘭·羅素。哇塞，說到羅素，我們真的得先稍微聊聊他這個人，因為他實在有一種超乎想象的反差感。一般大家印象中的哲學家，應該都是那種躲在象牙塔裡古板又無趣的學者，對吧？對，通常大家會這樣以為。但羅素完全不是，他活了將近100歲，而且他結過4次婚。哈哈，一個研究演繹邏輯的人，在婚姻這條路上似乎也經歷了不少邏輯當機的時刻。真的超有反差萌了。他橫跨數學、邏輯學，還跑去涉足政治，甚至曾經因為公開反戰被抓去關過。就是這樣一個一生都在跟冷硬邏輯打交道，經歷過無數大風大浪的硬核學者，最後卻寫下了一本探討人類快樂本質的書，叫做《幸福之路》。而且我們在深入這份資料前，必須先釐清一個關鍵設定。這本幸福之路絕對不是那種要你多愛自己一點，或者是叫你每天對着鏡子微笑的那種廉價心靈雞湯。太好了，我最怕那種了。羅素他是個數學家跟邏輯學家嘛，他看待不快樂就像是在看一行寫錯的程式碼。他提供的是一套極度嚴謹的邏輯工具，教你怎麼用理性去拆解、去 debug大腦裡那些導致痛苦的錯誤預設。所以這其實是一場講求證據跟因果關係的系統重整。完全正確。準備好動刀了嗎？準備好了。其實我在看這份資料的時候，有一個點讓我停下來想了蠻久的。我們一般的直覺都是我不快樂，那是因為我擁有的不夠多，就是錢不夠啊，職位不夠高，房子不夠大之類的。但羅素的診斷完全顛覆了這個直覺。他認為我們系統當機的原因剛好相反。對，這點超酷。
羅素是怎麼說的呢？羅素的診斷非常精準，他說：“我不快樂的根源，曾是因為我太過關注自己。”如果我們用現代的語言去拆解這個概念，這其實就是現代人最普遍的心理漏洞。你的意思是，大腦的運算頻寬幾乎100%被我這個參數給佔據了嗎？沒錯。可是等一下，太過關注自己，這聽起來很像是在說我們都很自戀，但我覺得我不自戀啊，我甚至有時候蠻討厭我自己的哎。這就是羅素定義裡最精妙的地方了。他這裡說的關注自己，不是指你覺得自己很完美的那種外在自戀，而是一種自我沉溺。自我沉溺，具體來說是什麼感覺？你可以想象你的大腦是一個伺服器，它無時無刻都在背景執行這些運算，像是我剛才開會是不是說錯話了？別人會怎麼評價我？或者為什麼我的運氣總是這麼差？哇，一直繞着自己轉。對。當一個伺服器把所有的運算能力都拿來跑這種無解的自我循環回圈時，它就沒辦法處理其他外在的資訊，最後系統一定會過載發燙。這個伺服器過載的感覺我整個懂了啊！這讓我想到一個超有共鳴的生活情境。你想想看啊，你跟一群朋友去聚餐，最後大家拍了一張大合照。當這張照片傳到群組裡，你點開來的第一個動作是什麼？絕對是放大看自己呀！對，絕對是用2根手指放大去看你自己的臉。如果你的眼睛剛好半閉，或者笑得超尷尬，就算其他人拍得像雜誌封面那麼好看，對你來說，這張照片就是一張徹頭徹尾的失敗作。沒錯，直接丟垃圾桶。這個合照的行為模式哦，真的完美展示了自我到底是怎麼扭曲我們對現實的認知的。羅素用了一個非常具象的邏輯推演來解釋這個現象。他是怎麼比喻的？他說，一個大腦頻寬全被自我佔滿的人，就像是把自己關進了一間牆壁全部都是鏡子的房間。在這個房間裡，無論你往哪個方向看，你看到的永遠只有你自己的倒影。天哪！這感覺好壓抑耶。是啊，你就會不斷放大檢視自己身上的微小缺陷，你的焦慮，你的不完美，永遠只盯着自己看。這種被困在全都是鏡子的房間裡的感覺，聽起來真的會讓人窒息耶。這等於是我自己切斷了跟真實世界的連接嘛，因為我眼裡只有我自己。對，因為當自我膨脹成一面巨大的擋箭牌的時候，你就失去了感知世界客觀運作的能力。所以羅素認為，真正的快樂機制是必須把這些鏡子打破。把鏡子打破，然後呢？把它們變成透明的窗戶。只有當你的注意力向外流動時，大腦的資源才能真正得到釋放。不過如果我們順着這個邏輯往下推，當我們真的打破鏡子，開始透過窗戶往外看的時候，我覺得我們人類的天性馬上又會觸發另一個防禦機制了。你是說跟別人比較嗎？沒錯。因為當我看到窗外的人，我第一時間絕對不會是單純的欣賞，而是會拿那個很焦慮的自己去跟窗外的人做比較。這就來到了現代人最痛的弱點了。這就觸及了羅素書裡探討的另一個核心漏洞，也是在社群媒體時代被演算法放大到極致的現象，也就是嫉妒。真的，從邏輯的角度來看，嫉妒絕對是人類最深層也最普遍的不快樂根源。尤其在2026年，社群平台根本就是一座巨型的嫉妒孵化器。沒錯，因為你看得到的資訊太多了。你滑2下手機，就會看到以前成績比你差的大學同學，現在居然在歐洲滑雪，或者看到某個網紅曬出他剛剛買下的豪宅，甚至你會發現，哇塞，連別人養的貓過得都比自己還有錢。那個瞬間，大腦真的會有一種很強烈的酸楚跟自我懷疑。對啊，心裡真的超酸的。這到底該怎麼解？如果我們用冷靜的邏輯去拆解你在滑手機那一刻的心理活動，你會發現這其實是一個完全崩壞的比較公式。崩壞的公式？我們可以把它稱為 A 面與 B 面的錯置。A 面跟 B 面。聽起來很像以前那種錄音帶的卡帶。對，類似的概念。當你在看別人的社群動態的時候，你看到的是他們的 A 面，這是經過濾鏡精修，經過無數次挑選，甚至是有意識地透過演算法推播給你的高光時刻，就是他們人生中最完美的那個切片，對吧？沒錯。我懂了。
那我拿去跟他們比較的，其實是我自己的 B 面，也就是我剛起床時口臭、蓬頭垢面的樣子，桌上那一疊快要過期還沒繳的賬單，還有那個滿地沒洗的襪子。哈哈哈，對，這就是最真實的 B 面。天哪！如果我拿我沒洗的襪子去對標別人在歐洲沙灘上的夕陽，這邏輯也太荒謬了吧？這就是羅素點出的荒謬性啊！這在資料比對上根本是無效的，因為你等於是拿一個虛構的、經過剪輯的完美電影預告片去懲罰你自己真實、充滿瑕疵的幕後花絮。哇，這個比喻太精準了。羅素對這個現象下了一個很一針見血的注解。他說，嫉妒者不是從自己擁有的東西中取快樂，而是從別人擁有的東西中取痛苦。這句話真的蠻痛的。不過，如果我站在一個普通人的角度來挑戰一下羅素這個觀點。好，你說。我們從小到大，社會都告訴我們，競爭是進步的動力嘛。如果我們完全不比較，完全斬斷嫉妒心，那我們不就變成一灘失去動力的死水了嗎？我們還會想要進步嗎？這個問題很好。其實羅素並沒有要我們放棄追求進步，他在這裡做了一個很細緻的邏輯切割。他認為嫉妒其實是錯誤的競爭心所產生的副產品。錯誤的競爭心。對，痛苦的真正源頭在於你把人生的底層邏輯設定成了一場零和的排名賽。排名賽。所以第一名永遠只有一個。沒錯，在排名賽的邏輯裡，別人的成功就自動等同於你的失敗。所以只要有人過得比我好，我就覺得自己被扣分了。這種感覺超累的。那羅素建議的解藥是什麼？底層邏輯應該要怎麼設定？他建議我們必須把人生的框架從排名賽轉換成體驗賽。體驗賽？在體驗賽的邏輯裡，你的任務是去豐富你自己的時間線。當你看到別人舉起獎杯的時候，你可以客觀地承認說，哇，那是一座很棒的獎杯。但你要告訴自己，這很棒，但我也有我的步調。就是把焦點拉回自己身上。對，當你專注於自己的賽道時，別人獎杯的反光就再也刺傷不了你的眼睛了。那個獎杯與你的生命體驗是無關的。把排名賽變成體驗賽，這真的很需要認知上的刻意練習。因為一旦我們習慣了排名賽的邏輯，我們就會無可避免地去過度在意觀眾的眼光。這就是社群時代的另一個副作用。對啊，你會一直想，既然有排名，那別人是怎麼看我的？這是不是就衍生出了羅素提到的另一種現代恐懼？是的，當你過度在意別人的眼光，你就會感染一種現代流行病，叫做輿論恐懼症。輿論恐懼症聽起來超有共鳴的。其實我們大腦的演化機制本來是設計用來在150人的小部落裡生存的。在那個時候，如果被部落討厭，你可能真的會餓死。但現在我們面對的是網絡上成千上萬的陌生人呢。沒錯，但我們的大腦依然把它當作生死有關的危機來處理。真的，現在很多人在網絡上發個幾十個字的動態，都要反覆修改想半天，生怕哪一句話說錯了就會被炎上，或者是被酸民攻擊。我們太容易把路人的雜訊當成權威的聖旨了。羅素對輿論的邏輯結構其實非常冷酷，他提醒我們一個經常被遺忘的客觀事實，那就是大多數群眾的評價其實是建立在無知與偏見之上的。哇，這句話蠻嗆的，但好像是事實。而且更核心的真相是，就像我們前面提到的鏡子房間，其實根本沒有那麼多人真的在乎你，因為他們大家也都在自己的房間裡，擔心着別人怎麼看他們。所以我們等於是在害怕一群也正在害怕我們怎麼看他們的人。這如果跳脫出來看，其實蠻荒謬的，對吧？在邏輯上，這更是一筆極度不划算的交易。你為了迎合一群你根本不認識、不了解，甚至在現實中你根本不尊重他們價值觀的人，去修改你自己的行為跟信念。對，我幹嘛為了不認識的酸民改變自己啊？所以羅素說，你是世界上最不划算的交易員，你付出了真實的自我，換來的卻是幾個虛無縹緲的按讚數，這就像是用黃金去換空氣一樣不合理。這讓我想到羅素書裡有一個很生動的比喻，我們或許可以叫它狗吠理論。你可以想象一個情境，如果你今天走在街上，路邊有一隻陌生人的狗突然衝着你汪地吠了一聲，
你會因為被這隻狗吠了一聲，就停下來反省自己是不是個糟糕的人，然後難過個3天3夜嗎？正常人顯然不會啊，你只會判斷這隻狗可能有防備心，或者單純沒禮貌，然後繼續走你的路，對吧？那為什麼今天場景換到了網絡上，一個頭像是一顆蛋，連真實姓名都不敢寫出來的陌生賬號，跑到你的貼文底下留了一句酸言酸語，你就會覺得天崩地裂，整個心情就被毀了。對，如果我們用狗吠的邏輯來看，這根本就不合理啊。這個比喻真的完美解釋了羅素的雜訊過濾法。他告訴我們，你必須在邏輯上把這些毫無根據的評價歸類為環境中的自然噪音，就像風吹過樹葉的聲音，或者路邊的狗吠聲一樣。沒錯，如果一個感測器傳來的是無效或損壞的數據，你不會對感測器生氣，你只需要停止讀取那個儀表板就好了。聽過就好，完全不需要去回應。对於那些不具建設性的輿論雜訊，你完全不需要調動任何情緒資源去理會。說得太好了，不過，嘆氣一下，雖然這些道理我們理智上都懂，但每天光是要在大腦裡啟動這些防禦機制，去對抗嫉妒跟輿論雜訊，其實真的非常耗損精力。這就是另一層面的問題了。對啊，這也難怪，很多人明明整天只是坐在辦公室裡打電腦，根本沒做什麼出眾的勞力活，但下班回家後，卻覺得全身像被卡車轉過一樣，累到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這到底是為什麼？這就帶出了羅素觀察到的另一個系統性問題，就是現代人那種莫名的疲勞感。2026年的背景耗電量嗎？對，在2026年，我們的肉體勞動降到了歷史新低，但我們體驗到的疲憊感卻是歷史新高。這表示，真正讓你累的根本不是肉體，而是你的大腦處理器一直處於滿載狀態。所以是情緒和思考在偷偷消耗我們的能量，這就像是手機的電池一樣，對吧？這個科技比喻非常貼切。你的手機明明放在桌上沒在用，螢幕也是暗的，但是因為你背景偷偷開了幾十個 App， 他們在背景瘋狂更新定位、下載資料，結果半天過去，電量整個就見底了。沒錯。我們大腦的背景程式通常由3種情緒組成的：焦慮、煩躁與恐懼。你可能在潛意識裡擔心着 AI 搶走工作，後悔着昨天說錯的一句話，或者對一直上漲的物價感到生氣。大腦不斷試圖去運算這些根本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這就是造成漏電的元兇嗎？所以羅素提出了一個大腦分區管理的邏輯解方。大腦分區管理聽起來很專業，其實就是建立一種思考的紀律。他認為，只有在問題需要被解決，而且你現在有能力解決的時候，才去啟動思考。其餘的時間，強迫自己把問題鎖進盒子裡。這聽起來很棒，但我該怎麼在半夜3點阻止自己去思考那些未來的恐懼？腦袋就是停不下來啊。羅素會要求你進行一場靈魂拷問，用冷靜的邏輯問自己一個問題。什麼問題？當你躺在床上輾轉難眠時，你要問自己：我現在躺在這裡擔心明年的經濟能夠改變明年的任何數字或客觀事實嗎？我思考一下，完全不能啊。除了讓我明天上班精神更差之外，對現實沒有任何幫助。一旦你透過邏輯推導出這個結論，理智就必須介入。羅素認為，既然這項思考無法產出任何結果，它就是純粹的浪費。你必須強迫自己把它鎖進抽屜裡，直到你真的能採取行動時再打開。哇，用邏輯去切斷情緒的無限迴圈。既然我們現在已經把吃電的元兇都抓出來了，那我們在2026年具體該怎麼安裝羅素的這套省電與快樂外掛？有沒有實戰指南？當然有，他提供了3個非常具體的邏輯策略。第一個工具聽起來可能會有點違背現代社會的直覺，他強烈建議我們去發展不具功能性的興趣。不具功能性的興趣。現在這年頭，大家都說要把興趣變現呢，什麼都要寫進履歷。不具功能性是什麼意思？這種凡事都要有投資報酬率的心態，正是讓自我無限膨脹的原因。羅素極度推崇那些無用的愛好，他要求你去發展一個不能賺錢、不能寫進履歷，甚至不能發限動炫耀的興趣。例如說什麼？下班後去研究古羅馬歷史，
或者大半夜跑去山上觀察星星的軌跡，還是說在家裡拼幾千片的純白拼圖？證實這些看似無用的事物，這背後的邏輯是，當你把大腦投入到一個與你個人利益無關的客觀領域時，那個一直困擾你的自我就會瞬間縮小，這能幫你建立一個堅固的心靈避難所。原來如此。不過，當我們走在路上或者去買午餐的時候，該怎麼應用呢？這就是工具2，練習向外看的紀律。羅素建議每天強迫自己關注3個與我無關的客觀事實。帶入生活感的話，大概就是觀察今天天空雲的形狀，或者看看路樹是不是變色了，甚至去買午餐的時候，猜一下麵店老闆今天為什麼這麼開心。沒錯，當你重新建立對真實世界的感知，你會發現世界其實很大。當你意識到世界很大的時候，你個人的痛苦在比例上就很小了。這招蠻好用的。那如果今天我的焦慮不是無中生有，而是真實的危機呢？這該怎麼辦？面對真實的恐懼，這是工具3，接受最壞的情況。這是一套極度冷酷的邏輯心理策略。接受最壞的情況，我們來推演一下。假設我現在擔心自己會被公司開除，變得很窮，這套邏輯怎麼解？你要把恐懼推導到底，最壞的情況就是被開除、變窮，然後你必須問自己那個觸底的問題：最壞的結果，我會死嗎？我會死嗎？雖然吃泡麵很可憐，但我不會死。沒錯，當你承認最壞情況也不過如此，我依然能活下去的時候，那個無限放大的恐懼感就會瞬間歸零，剩下的就是你冷靜下來解決問題的勇氣了。哇，碰到地板就不會再怕墜落了，這真的是非常強大的思維翻轉。把鏡子打碎變成窗戶，把排名賽切換成體驗賽，把酸民當成狗吠雜訊，最後直面恐懼的底線。好，經過了今天的探討，現在換我 OV 來為大家做一個個人心得的總結。當我去查這本《幸福之路》的英文原名時，我真的起雞皮疙瘩。它的原名是 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 這裡面的 Conquest 意味着征服與獲取。這告訴我們，幸福從來都不是坐在那裡等來的恩賜，也不是什麼保持正能量就會發生的事。幸福是透過你的理性與邏輯，在這個充滿演算法撩撥與不確定性的2026年，從混亂中一步一步贏回來的戰利品。世界很大，千萬別把時間留給無意義的自我折磨。所以在今天的旅程結束前，來到我們的深思時刻。聽完羅素這場快樂邏輯課，我想請你幫你的大腦做一次垃圾清理，請你寫出一個你最近想太多而導致不快樂的具體念頭，比如我覺得某某某在背後討厭我。寫下來之後，試着用羅素的邏輯去反問自己3個問題：第一，這有證據嗎？第二，這對我有實質影響嗎？第三，我現在思考這件事能改變任何結果嗎？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那就大膽地把它關閉吧。原理游俠之旅不只是我們的旅程，更是我們的歸宿。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加入我們共同的會員，超級感謝！我們在一起冒險，體驗這個世界。我是 OV， 期待看到你的留言回饋。朋友，我們下一場旅程間，期待與你相見。最後，我想跟大家說，看到影片的你，是我們的友善夥伴。